这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古墓？它既没有金银玉器，也没有王侯印记，却让所有考古队员脊背发凉，越挖越心惊。江西南昌旧城改造工地，挖掘机一铲下去，撞上了一层厚厚的青膏泥。考古队赶到后，掀开椁板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只见一椁6棺，整整齐齐。更诡异的是，里面躺着的不是寻常家族，而是一个女人和5个小孩。墓中散落着孩童的针织小鞋，3颗完整乳牙，主棺棺底还刻着一幅让人头皮发麻的北斗七星图。要知道，这双针织鞋是中国目前唯一出土的汉代针织物，比黄金还珍贵，而北斗七星在古代是用来引魂的。一座墓，一女5童，没有成年男子，没有金银珠宝，却有最珍贵的织物，最特殊的星图。他们到底是谁？为何会同时下葬？是亲情还是献祭？是意外还是阴谋？今天我们一层层揭开这座古墓跨越2000年的惊悚真相。故事要从2018年的南昌向南中心说起。当时这里正在进行旧城改造，工地上机器轰鸣，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。突然哐当一声，挖掘机的铲斗碰到了硬东西，挖不动了。司机以为是碰到了石头，可等清理人员扒开表层的浮土，一层黏糊糊的青膏泥露了出来。懂行的人都知道，青膏泥是古代墓葬的防腐神器，一般只有大型古墓才会用。消息瞬间传开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队伍连夜赶到现场。经过几天的细致清理，一座不大不小的古墓渐渐显露出来。说它小吧，比普通平民墓规整；说它大吧，又没有王侯将相墓的恢宏气势，处处透着反常。当考古队员掀开最外层的椁板，眼前的场景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椁内并排摆着6口棺材，大小相差不大，排列的严丝合缝，没有任何挪动扰动的痕迹。这意味着6口棺材是一次性下葬的，绝不是后来迁葬合葬凑在一起的。要知道，在汉代，合葬大多是夫妻合葬、父子合葬，最多也就2-3口人，一墓6棺的形制，简直闻所未闻。更让人疑惑的是，随着表层泥土被清理干净，几枚钱币率先掉了出来。一枚是王莽时期的货权，另一枚是三国时期的太平百钱，跨度上百年，进一步锁定了墓葬年代。这是一座跨越汉、三国2朝的古墓。就在大家围着6口棺材仔细观察时，一个年轻的考古队员突然喊了一声：“快看，这是什么？”众人凑过去一看，只见主棺的棺底竟刻着7颗清晰的星星，连起来正是北斗七星。而在椁板的角落还散落着几团黑乎乎的东西，凑近了仔细分辨，竟然是孩童的针织小鞋，还有3颗圆滚滚的乳牙。那一刻，现场的空气都凝固了。6口棺材，一女5童，还有刻着北斗七星的棺底，珍贵的针织鞋，这座墓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他们的死亡是巧合，还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悲剧？带着满心的疑惑，考古队员开始逐一开棺，每打开一口棺材，都像是在打开一个尘封1000年的谜题。最先打开的是中间的主棺，棺内的遗骸保存得相对完整，经过骨骼鉴定，这是一名20到30岁的成年女性，骨骼健康，没有任何外伤、中毒的痕迹。紧接着，周围5口孩童棺被依次打开，年龄从1岁到10岁不等，5具遗骸同样完整，没有丝毫暴力损伤的迹象。一个年轻女子，5个孩子挤在同一座古墓里，这画面光是想想就让人心里发沉。而随着开棺深入，更多关键文物陆续现世，每一件都在暗示这6人的身份绝不简单。首先是那2双孩童针织鞋，经文物专家鉴定，这是中国唯一出土的汉代针织物，工艺极其精湛，针脚细腻均匀，图案是简单的几何纹，却透着细腻的心思。要知道，在汉代，纺织技术远不如现代，手工针织更是稀罕玩意儿，这双鞋的价值比黄金、玉器还要珍贵。这绝不是普通农户家能做出来的东西，要么是女子手巧，要么是这个家庭有一定的经济实力。
而那3颗乳牙小巧玲珑，牙齿磨损程度极低，能看出孩子们离世时年纪尚小，其中1颗乳牙还带着一点点牙龈痕迹，仿佛能想象到他们生前鲜活的样子。再回到那口刻着北斗七星的主棺，在汉代，北斗七星是引魂之神，古人相信北斗能指引亡魂去往极乐世界，只有对自己极其重要的人、家人才会在棺底刻上北斗七星，希望他能带着身边的人一起魂归故里。这就说明这名成年女子是整个墓穴的核心，她和这5个孩子的关系绝对不一般。可问题来了，汉代合葬没有这样的先例，既不是夫妻合葬，没有成年男性，也不是家族合葬，没有老人，没有成年男性，更不是贵族殉葬，墓里没有一件金银玉器，棺材也只是普通的木料，看不出等级差别。难道他们是主仆？可主仆哪会一起下葬，还刻上北斗七星引魂？难道是被强行献祭吗？可疑还没有任何伤痕，也不符合汉代献祭的礼制。看着那双比黄金还贵的针织鞋，3颗稚嫩的乳牙，刻着北斗七星的棺底，所有人心里都冒出了一个疑问：这一女5童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这场集体死亡到底藏着什么隐情？为了解开这个谜题，考古队员对墓葬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了地毯式的清理，哪怕是棺木缝隙里的一点泥土，墓坑边缘的一块残片都没有放过。就在这时，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成了破解谜团的关键线索。在主棺的左侧泥土里，队员们发现了一块刻着铭文的石制买地券，经鉴定，这是中国最早的3国时期石制买地券，上面清晰写着炎黄买地，记载了墓主人用钱财买下这片墓地的时间、范围，甚至连墓地的4至都写得明明白白。买地券的出现直接推翻了乱葬殉葬的猜想。在汉代，合法下葬必须有买地券，这说明这座墓是经过正规手续安葬的，不是随意埋在这里的荒坟，也不是强行献祭的凶葬。紧接着又出土了更多的货权和太平百钱，加起来有几十枚，虽然数量不多，但都是家庭日常积攒的小钱，没有任何窖藏的痕迹，进一步印证了这是一个小康平民家庭，不是大富大贵的贵族。就在清理女子棺内时，一件罕见的青铜器被发现了，一只龟形水柱，造型逼真，龟壳圆润，龟首微抬，经专家鉴定，这是古代研磨时用来注水的器具。能用上水柱，说明这名女子识文断字，不是目不识丁的普通农家妇女。在汉代，能识字的女性大多是书香门第或者家境殷实的农户，这又为她的身份添了一笔神秘感。随后，在墓葬的祭祀区域，一块木质木板被清理出来，上面刻着4个清晰的大字：董太再拜。再拜是汉代祭祀时的礼节用语，董太大概率是主持这场葬礼的人，或是墓主人的亲属。这就暗示这6个人很可能姓董，或是与董家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而最让人动容的是在孩童棺旁边出土的一套汉代乡村模型陶罐。这套陶罐一共3件，分别模拟了猪圈、鸡窝、狗窝，罐身上的雕刻栩栩如生，肥猪犬在圈里打盹，肚子圆滚滚的；母鸡在窝前踱步，翅膀微微张开；看门狗蹲在角落吐舌头，连狗尾巴的弧度都刻出来了。这哪里是陪葬品？这分明是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缩影啊！它还原了汉代乡村农户的日常，说明这6个人生前过着平淡的田园生活，养着猪、鸡、狗，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。结合汉代的丧葬制度，殉葬在汉代早已不流行，主流都是家族合葬。可这一女5童的组合到底算什么家族？队员们提出了3个猜想，每一个都贴合文物线索，却又让人心里五味杂陈。第一个猜想，女子是5名孩童的亲生母亲。一场突发的灾难让全家6口人同时离世，亲属董太作为长辈，心疼他们死后分离，特意买下墓地，为女子刻上北斗七星引魂，陪葬她常用的水柱，亲手给孩子织的针织鞋，还有模拟家庭生活的陶罐，让他们在地下依然能团聚。第二个猜想，女子是5名孩童的监护人，可能是姑姑、继母、
或是收养的母亲，因为家族变故或突发灾难，和孩子们一起走了。那双针织鞋是他亲手为孩子做的，陶罐还原了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。董太作为亲人，完成了他们生死不离的心愿。第三个猜想，女子是贵族侍女，孩童是贵族子弟。可这个猜想很快被推翻，如果是贵族，怎么会只有几十枚小钱，没有金银玉器？又怎么会有乡村陶罐这种平民化的陪葬品呢？看着这些文物，似乎每一件都在诉说着他们的亲密。针织鞋藏着温柔，买地券藏着郑重，陶罐藏着烟火气。可到底是哪种关系？这场集体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为了彻底解开身份之谜，考古队员把6具遗骸送到了实验室，借助现代科技进行了更精准的检测。检测结果出来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也更心疼了。女子的骨骼没有任何疾病、外伤痕迹，营养状况良好，说明她生前生活安稳。5名孩童的骨骼同样完整，没有暴力损伤，也没有长期营养不良的迹象，他们离世时都被照顾得很好。这就彻底排除了凶杀、殉杀、慢性疾病致死的可能，他们的死亡一定是一场突如其来的、无法抗拒的灾难。再结合之前的文物线索，真相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。先看那双针织鞋和乳牙，经测量，针织鞋的尺寸和5名孩童的骨骼大小完全对应，分毫不差，绝不是拼凑来的，而是专门为这5个孩子量身制作的。结合汉代女性的社会角色，再加上孩童棺围绕着女子棺的布局，女子大概率是亲手织了这些鞋，她和孩子们的关系绝对是至亲的亲人。再看北斗七星和龟形水柱，只有女子的棺底刻了北斗，孩子们的棺没有，说明她是整个家庭的核心，是孩子们的主心骨。而龟形水柱是她生前常用的，陪葬在身边，说明她不仅是母亲，还承担着教育孩子的责任，平日里可能会教孩子们识字研模。再看董太再拜木板和买地券，买地券记载了墓地的购买，说明董太是真心实意为他们办的葬礼，不是敷衍了事。结合他们的平民身份，女子大概率是董家的媳妇，5个孩童是她的孩子，董太则是董家的长辈，心疼他们全家遇难，才主持了这场葬礼。还有那套乡村模型陶罐，它和水柱、针织鞋相互印证，完美还原了这个家庭的生活。女子操持家务，针织育儿，闲暇时教孩子识字，一家人住在乡村，养着猪、鸡、狗，过着平淡和睦的日子。没有金银玉器，不是贵族；没有暴力伤痕，不是殉葬；买地券作证，不是乱葬。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结论：这一女5童是关系极其亲密的一家人，女子就是5个孩子的母亲。可就在大家以为真相大白时，一个新的悬念又冒了出来。这名20多岁的年轻母亲为什么要带着5个年幼的孩子一起离世？是什么样的灾难能在短时间内夺走全家6口人的生命？是瘟疫？是水灾？还是其他不为人知的秘密？最终研究院的专家们结合所有的考古证据和文物线索，再加上汉代的历史背景，这场跨越1000年的家庭悲剧终于浮出了水面。在20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，南昌还是一个偏远的乡村小镇，气候湿润，蚊虫滋生，疫病横行。那是一个家家有僵尸之痛，世世有浩气之哀的年代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急性瘟疫就可能毁掉一个家庭、一个村庄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。平日里，这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。年轻的母亲每天清晨起床，先给孩子们织一双小鞋，一针一线都藏着对孩子的疼爱。白天，她操持家务，喂猪、养鸡、做饭，闲暇时就拿出龟形水柱，给孩子们研磨墨水，教他们认几个简单的字。傍晚，一家人坐在院子里，看着肥猪打盹，鸡犬嬉戏，日子平淡却温暖。可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像一把无形的刀，悄无声息地闯进了这个温暖的家庭，打破了所有的平静。瘟疫的传染性极强，没有任何征兆，年幼的孩子抵抗力弱，一个个相继倒下，没有哭闹，没有挣扎。
在懵懂中离开了人世。母亲看着一个个孩子离去，心如刀绞，她拼尽全力照顾，却依然没能留住他们。最终，她也在无尽的悲痛和劳累中被瘟疫夺走了生命。短短几天，这个原本热闹的家庭就只剩下了冰冷的遗骸。消息传到了亲属董太那里，这位长辈悲痛欲绝，他看着满门惨死的亲人，不忍心让他们死后分离，于是拿出积蓄买下了这片墓地，按照当时的习俗为他们打造了6口棺材，一次性下葬。为了让母亲在地下继续守护孩子们，董太特意在他的棺底刻上了北斗七星，希望他能指引孩子们的亡魂一起去往极乐世界。陪葬上他常用的龟形水柱，让他在地下依然能教孩子们识字；陪葬上亲手织的针织小鞋，让孩子们在地下依然有鞋穿；陪葬上乡村模型陶罐，让他们在地下依然能过上平淡的田园生活。炎黄买地券上的每一个字，都是对这个家庭最后的尊重。董太再拜的每一笔，都是亲属最深的不舍。他们不是王侯将相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，只是汉代乡村里最普通的一家人。母亲不是名门闺秀，只是一个爱孩子、懂生活的普通母亲。孩子们不是神童，只是懵懂可爱、渴望长大的孩童。可一场无情的瘟疫，让他们永远定格在了1000年之前。这座一目6关的古墓，从来不是什么诡异的凶墓，它里面装的不是恐惧，而是母亲对孩子沉甸甸的牵挂，是亲属对亲人最深的不舍。那双比黄金还珍贵的针织鞋，藏着最朴素的母爱；那幅北斗七星图，藏着最沉重的牵挂；那套乡村模型陶罐，藏着最温暖的人间烟火。这一切都是这一家人生死不离的最好见证。虽然我们已经还原了大部分真相，但这座古墓依然留下了一些无法解开的谜团，成为了考古史上的一抹遗憾。首先是身份的精准谜团。虽然我们确定女子是5个孩子的母亲，董太是亲属，但没有任何铭文记载他们的名字。女子叫什么？孩子们叫什么？董太和他们具体是什么关系？这些问题永远无法得到答案了。其次是死因的终极谜团。虽然专家们推测是瘟疫，但没有找到直接的医学证据，比如遗骸体内的病毒痕迹，无法100%确定致死原因。也许是瘟疫，也许是其他突发的急性传染病，也许是一场天灾，这些都成了无法考证的谜题。还有文物的一些细节依然有待解读，比如龟形水柱的具体使用方法，乡村模型陶罐上的一些细微雕刻含义，我们只能靠推测，无法还原古人的真实想法。但正是这些遗憾，才让考古变得更有魅力。它让我们知道，历史不是冰冷的文字，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，一段段真实的故事。这座古墓就像一个沉默的老者，用文物向我们诉说着1000年的亲情，也留下了让我们永远遐想的空间。今天我们站在这座古墓的博物馆前，看着6口棺材，看着那些历经1000年依然清晰的文物，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，再次看到了2000多年前那个温暖的家庭。一目6关，装的不是诡异，是亲情。文物无声，却诉说着人间最动人的故事。在那个等级森严、战乱频发的时代，王侯将相的陵墓或许会被破坏、被盗掘，但这座普通的家庭墓却安静地保存了下来。好了，本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。这里是眼见古今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